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伊朗的2号人物被斩首了。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朗自己的证实，以及以色列发布的新闻啊。伊朗这个国安首长他叫做拉里贾尼他长这样很不幸的被以色列斩首。17号的时候呢，他去探望他的子女，结果被轰炸，并且死亡了。这个2国都已经证实了，而且不止他这一位先生，他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全志愿役的军事部的一个指挥官他也一样在以色列的跨夜攻击里头已经丧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斩首的行动一波一波，已经变成这一场战争的主轴了。为了要替拉里贾尼报仇，我们看到伊朗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夜袭台拉维夫看到这是以色列的台拉维夫，在夜空中有响起了警报声，包括伊朗发动了集束弹它在乱炸一通所以至少有2个人死亡，这是一场报复的行动。而包括您看到在这个有人伤亡，而另外呢也有媒体捕捉到疑似导弹的碎片像下雨一般的下来。也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一支画面，这是以色列好几个地方在18号凌晨防空警报响起，国防部这个以色列国防部说监测到伊朗的导弹来袭。记者在耶路撒冷看到多枚防空拦截弹升空，随后有疑似导弹碎片的发光物快速的砸向地面所以您可以看到呢，以色列在经历一场非常饱和的攻击。目前以色列的伤亡状况，它的城市到底被攻击成什么模样他们列为最高机密，很多画面是不准流露出去的。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纳坦雅胡在庆功了，因为他已经斩首了这个伊朗的第2号人物嘛所以他很开心。他跟这个人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赫卡比他们2个人在一起拿了一个小本本，好像是一个 checklist， 就说我斩首了这个人，我斩首了那一个人。我们来看看画面。Mr. Prime Minister, I wanted you to know the president asked me to come and make sure you were okay. Yes, Mike. Yes, I'm alive. I checked that,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But he wanted to make sure because, you guys get along too well. I know, and we shake hands with 5 fingers in each hand. But I have to tell you, I'm alive, but I have this card. Oh. And, yeah, don't read it. So it's a punch card. Mm-hmm. Today, I erased 2 names on the punch cards, and you see how many more to go on this batch. 好，你看到这段影片有2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因为现在各国的领导人、重要人物都被谣传说已经死亡了，包括你看到伊朗的继任的这个领导人，现在是生是死，外面有非常多的传言，包括纳坦雅胡本人也被一度说他其实已经死亡了，甚至有假的影片AI 制作的影片在网络上面流传。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专家讲的，这场战争已经变成暗杀产业，不断的暗杀，不断的斩首半岛电视台的资深政治分析师比沙拉他说以色列持续锁定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伊朗高层领导人，并非战争中的常见做法。以色列现在正把这场战争变成一个暗杀产业谁能够把对方的重要人物杀死，谁就赢了吗？包括我们看到纽时他有一篇评论分析是说，像这样的暗杀是没有用的他举了一些过去的历史的经验，说类似的策略的长期效果他存疑。包括战略学者也注意到了定点清除催生更激进的继任者因为你把这个人给杀了，后面就有继任者上来嘛你把这个头给砍了，后面还有一个更激进的头上来了。强硬派上台之后会实施更强硬的政策，反而压缩了政治解决的空间。本来也许可以好好谈的呀，现在继任者更强硬，
更带着复仇的心态上台，你要谈都谈不了哦。那现在呢，川普政府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哦，他叫肯特，他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哦，这个位置蛮高的哟。可是呢，他请辞了哦，在这么敏感的时刻，他请辞的理由，他直接讲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支持这场进行之中的战争。伊朗不是我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它不是第一个威胁啊，而且没有迫在眉睫。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战争是迫于以色列与其强大的美国游说团体施加的压力而发动的。以色列一直要美国干，美国就干了。还有国内强大的以色列的相关的犹太团体不断的给压力，川普就干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反恐中心的主任请辞，川普怎么讲？他说很好啊，这个人啊软弱，早就该走了。我觉得他离开这是好事哦。所以你看到，即使在共和党内部哦，看法也不一样，很分歧。我们先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李威特怎么讲。他说这个肯特啊，他的发文内容啊，这个是不对的，而且断言川普具备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伊朗会攻击美国，我们是预防性的打击。可是共和党内部，包括像是这个参议员保罗，他就说，我觉得肯特一开始就把美国放在第一位，而且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是忠于美国的。可是另外一位参院的大佬麦康奈，他就说，肯特的信充满强烈的反犹太主义，他根本就是反犹太人的。来。我觉得这样就把肯特把他戴帽子了，说他是反犹太人，只因为他说出了其实美国跟我们所有的评论员都观察到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川普做出要打伊朗的这个决定跟以色列真的有关，连川普连卢比奥在第一时间都认为说就是跟内塔尼亚胡有关，这卢比奥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自己说的。后来是因为川普说不是，是我决定的，那个卢比奥才改口。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美国的官员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作证的时候，他如果说谎，这是会要吃官司的，因为这是作伪证，所以他不敢作伪证，因此他在国会里面他就只能说这是跟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有关。那请问一下，肯特有哪一点说谎？他没有说谎，也没有说谎，他也没有反犹太主义，他只说是跟以色列有关。是跟美国的游说团体有关。川普，你的团队，你包括川普本人，你敢站出来说跟在美国的游说团体无关吗？你根本不敢。连川普自己都说这是他女婿的一个决定，他女婿的强烈的建议，而他女婿就是犹太人。是，那就在这个时候，你把人家戴一个帽子说他是反犹太主义，不对嘛？一个人说出诚实话的时候，你就给人家戴帽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美国的一堆资深的政客、有影响力、有分量的这些政客，就是随便的给人家戴帽子的政客。坦白说，这种现象在我们台湾也是很常见嘛，动不动就给谁戴帽子，给谁戴帽子，说你是什么颜色的，你是什么的，然后动不动像韩冰也被戴帽子啊，也就蹦一下就戴韩冰一下一个帽子，这个全部讲的都是谎话，没有一个是事实。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美国、台湾现在的政治堕落到这个地步。好，现在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好朋友他要证明，因为他已经连续3天跑出来证明说，我真的是我不是 AI 然后我真的还活着，连续3天要证明他还活着。但问题就是他已经不敢公开演讲了。他也不敢真正的在公开的场合面对国际记者来演讲。为什么他不敢面对国际记者演讲？因为他现在对于伊朗做的都是斩首行动，他现在害怕的不得了，就是伊朗也对他做斩首行动，所以他不敢跟国际记者面对面。他现在放出来的都是影片，坦白说，你再怎么做，每个人都认为这个都有可能是生成 AI 的结果。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做的任何影片，坦白说，所有的人都认为说，这还是有可能是生成 AI， 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把杀人当做一个轻松、稀松平常，而且是快乐的事情，是很让他开心的事情。两个人在交谈的时候，
我看我有没有名单呢？拿出一张纸，哎，有哎，有我拿出一个名单，然后我就跟韩冰给他看一下，哎，不能给你看，上面列了一些人，我上面列了一些人，我已经有些人线划掉了，对，我现在又在填了。那把杀人是当成快乐的事，稀松平常的事，坦白说，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战争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最后一个，我们一般来讲，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不知道 N 遍了啊。我们所有的学战略人都会告诉你说，战略的目的是政治。那因此，在过去为什么这么多的战争都不轻易的杀政治领导人？那是因为最后还是要经过政治谈判。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你今天把政治领导人都杀了，那等于是摆明了就不跟对方谈判。那不跟对方谈判，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把9200万的伊朗人全部都杀光吗？是来。我认为战争最重要一个目的是在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如果你不能屈服他战斗意志这个战争就没完没了。那屈服敌人战斗意志，当然有很多手段可以达成。譬如说是我对敌人的这种高级指挥官或者他们首脑人物来实施斩首作战。以前有一句话叫射人先射马嘛，然后把你这些斩首之后，然后让你们产生这个害怕畏惧，没有人敢再战斗，甚至于群龙无首，没有人指挥。这不失是战争中一种选择的手段。可是我们现在来检视一下，如果回头去看。这个2月28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一开始他不就是采取这种集体的斩首作战吗？这个以色列认为机不可失他们这个哈梅内伊召集了他们革命卫队相关的首领人物，包括到这个各级的指挥官，正在开会的时候，利用那会场一顿总共30颗的这种30颗的各种这个炸弹下去，一下子全部摧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场仗摧毁了40几个，那时候击毙了40几个这个伊朗高阶的领袖。可是伊朗有没有看到他们屈服？他们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强烈的抵抗那你现在对这个2号人物贾尼尼实施斩首作战，那后果会是什么样效果？其实有待存疑。我认为说是效果不大，你会不会反而更激起这个伊朗的反抗意志？因为之前已经证明了嘛，2月28号你那次斩首行动之后，后续来讲的话，伊朗的抵抗烈度更大。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集束弹，现在下面这场就是集束炸弹它的这种弹头打下来，到你以色列特拉维夫上空以后，它分散成80颗的小炸弹。打下来，其实这通常我们会用在战场上面，不会用在城市里面。为什么战场上面通常对面目标的射击？就譬如说，我发现这边有一个这种敌人有一个步兵营在这边集结，在这边休整或者是战车部队正在这个地方，我用集束炸弹一片下去，形成一个面目标的杀伤。那主要是对这个军事目标来做这种面目标打击是比较大。很少听到用这种东西来对城市攻击，那可见得你对我实施斩首作战，我就对你这种无差别的城市来实施反击作战。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现在来讲的话，自己是遭受到这种无差别对你老百姓的攻击对城市的攻击。那再来，我认为说这次美国的这种反恐的这种首席他辞职。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大家可能觉得说他是不是理念不合干嘛？他会不会觉得是说美国之后很可能招来很严重的这个恐怖攻击因为他很了解，他本身是反恐的首席，他当然很清楚这个伊朗或者是这些革命卫队他们有多少的能耐会做什么样的恐怖攻击？他是不是也考虑到，如果说是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到这个加拿大多伦多这些大使馆，包括到巴基斯坦这些大使馆都已经遭受到恐怖攻击了。那后续来讲会不会更加烈度的恐怖攻击？所以我觉得，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这个反恐的首席他认为说是你自己川普去招惹来这种状况？那如果说是遍地烽火，到时候打起来的话，那我认为说是我没有办法这个遏止这个恐攻，我也没办法阻止。在这种状况下，我不如挂冠自己求去，因为你叫我去反恐，但是这个恐怖攻击事实上是很难招惹的。其实恐怖攻击，我们明着讲是用对生命做恐怖攻击，对人体做恐怖攻击，但是也有可能现在来讲，依然也有可能用骇客
对你的重要的处所，用骇客进去，骇进去以后，包括美国各大巨业、各大这个科技这个巨业来讲的话，实施这种骇客入侵，这也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之后在全世界都可能遭受到很严重的恐怖攻击。对，的确要防止像这样子的报复的行动波及到我们一般的人民。来，请教彬哥。这个拉里贾林也被斩首干掉，这代表什么？代表摩萨德还是有人潜伏在伊朗内部。对，所以伊朗的整个，虽然他们最近宣称他们已经抓了超过500人，可是显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清除掉潜藏在他们中间的间谍，所以他们的行踪还是一再的被暴露。所以只要这个根没有除掉，那基本上伊朗未来上台的这些首长，大概人人都有生命危险。但是问题，这些也没得选择，因为你被拱上台的时候，你也不敢说你不上，所以这就是现在问题所在。我觉得以色列的想法可能真的是认为说，我把你们这些好战的这些人全部都打光了，那接下来就是求和派。你看他一直没有去动总统，对，就是他，我觉得他在帮忙清一条道路，把革命卫队这些好战分子全部都杀光了，是，那让你国防军能够掌握更多的实力，这样子总统的实力变大，总统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谈条件。他们打的算盘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创造一个刚好相反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你把这些人干掉之后，继他任上台的哪一个敢主张和平？因为你主张和平的话，他自己先被干掉，因为那种仇恨是越累积越深的。那在这种状况下，每一个被推举上来的，恐怕只有变得更加鹰派，因为他必须要展现他更鹰派，他恐怕才能够在那种环境里头存活。那也另外一个就是你促使伊朗不得不去展开无差别式的攻击，因为他打不到你最核心的战略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打你保护不了的那些防御力比较弱的地方，那这可能就会造成平民的大量伤亡，很多不该被卷进战争的人也被卷入，那这就是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麻烦的。这场战争显然进入一场烂仗，那进入烂仗的时候，很多规矩就全部消失了。就变成人类跟人类之间的互相杀害。那至于 Joe Kent 为什么要离职，他离职的原因，我觉得那些说他什么是因为反犹太人，拜托好不好，你睁眼说瞎话。人家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是因为我们提供情报、分析、判断给你啊，你川普全部不听。对，你全部不听完了之后，等到你做错了，这事实证明我们的情报是正确的，可是你不听，结果你说没有人想到，好意外啊，都是别人的错，没有一个专家想到。那你的老板如果是这样，那你如果持续待在那个位置上，将来很明显他要把这个锅让你背啊，你干嘛要去背这个锅？所以正常人都会想闪嘛。所以我真的觉得 Joe Kent 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他个人的道德观，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再背这个锅嘛。这样战争持续搞下去，他肯定也会变成众夫所指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再闹了，川普有种就自己扛起这个责任来吧。川普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川普还大赞他多棒多好。然后现在又说，我早就看出来他有问题了，他又很软弱。对，那话都是你在讲而已。好，我们来看看呢，在巴格达17号晚上哦，这是伊朗这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爆发了从战争以来哦，针对美国外交设施最猛烈的攻击行动。您看到这是伊拉克的安全消息来源证实，有多枚的火箭弹，还有至少5架的无人机从城市的周边地区向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发动袭击。其实巴格达大使馆已经不止一次遭受来自伊朗的攻击，先是火箭弹，还有一些无人机。不过这一次是最猛烈的攻击。你可以看到呢，伊朗现在说我战火让它外溢，包括你的这些使馆的建筑啊，各种方方面面啊，我都会炸。所以美国国务院已经紧急下令了，说全球请注意，不是中东而已全球的大使馆，你的维安都要加强。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专家学者警告大家，提醒大家，有可能会有恐怖攻击蔓延到全球，看起来是真的。而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说他们的核电厂被攻击了他也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你来攻击我的核电厂恐怕会造成没有办法弥补的后果。因为你整个中东如果核电厂核设施真的怎么样了，它会蔓延整个地区包括波斯湾周边都有可能有无法弥补的后果。所以人类杀红了眼，什么事都不管了，乱炸一通我
我们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直接校正川普说，我们最猛的飞弹还没有上场哦，我可以跟你耗几年。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看嘛，说奇怪，不是说这个把伊朗啊炸一炸就差不多了吗？怎么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射飞弹呢？伊朗就说我有好多飞弹呐，可以陪你玩好几年。伊朗的副外长甚至警告说，我们要战多久都可以，所以你美国如果想要重演越战，可以啊，你出兵啊，你地面部队来呀，我就把你拖在这儿跟那个当年的那个越战的情况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到 Sky News 就说，美国可能会派遣地面部队，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有可能或者是没可能，我们不知道。那伊朗的副外长就说，你去看看越南发生什么事情，你把历史课本打开来看看，美国士兵在伊朗可能会重蹈覆辙，他们很清楚，那些把他们拖入这场战争的人，也同样能把他拖进泥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华尔街日报》就讲说，为什么伊朗它可以这么不断的在反击，在做一些报复性的打击？有人在撑腰，就是俄罗斯这是来自于 WSJ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俄罗斯和伊朗在分享卫星影像还有无人机的技术来打击美军。包括什么呢？改进型的沙赫德无人机的零件，还有提升通讯、导航、目标定位，这些能力都很重要啊。俄罗斯还借鉴其在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经验，提供战术指导。另外，美军到底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呢？现在一一浮现了。包括你看，外界就在讲了，不是说你有效可以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呀？怎么到现在伊朗还在射飞弹呢？包括美国的专家就说，因为第一个，伊朗幅员辽阔那另外呢，只要没有部署地面部队，就很难彻底伊朗的飞弹发射能力，跟我们所有的老师在我们现场讲的是一模一样那要不要出动地面部队，就变成川普的难题了。而另外，我们看到 F-35战机在伊朗频繁的出任务，可是有它的脆弱面，因为这一次战场上主要是用 F-35闪电2。可是呢，五角大厦有报告显示，这些战机在伊朗上空虽然有执行任务，可是去年没有增加任何新战力，没有更多的了本来预定安装在参与伊朗战争 F-35的最新升级版的是 TR-3，可是因为稳定性还有战力不足所以没有上场所以这也是美国的问题。那另外呢，伊朗无人机消耗美国的防空弹药库这是过去1-2个礼拜我们都在讨论的，是最大弱点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政治领袖的无能也被拿出来讨论，讲的就是你川普可是川普还在那边自夸自擂他就说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是某前总统打给我的，他打给川普说，我后悔我没有打伊朗。结果呢，这个所谓的前总统到底是谁呢？在位的前总统记者媒体都去问，美国在世的前总统集体否认，说没有我没有打给川普网友就说，那只有一种可能，那是2016年的川普跟他说的，因为川普做过2次美国总统嘛，第一任2016年打给现在的川普说，我本来就想打伊朗了。来请教厉正杰将军。这个伊朗到底会不会派地面部队我认为说是很明显的。你看川普打这场仗这个每天不断的在做修正他的作战计划一开始他认为2艘航空母舰这个威逼伊朗就会投降，后来发现说威逼不了大家开始在讨论是不是要加派这个第3艘航母过去，甚至后来到现在为止这个要加派地面部队。我觉得美军这次作战很明显看得出来越来越没出息了。为什么我讲越来越没出息？他最早的战略目标我们都很清楚，他原来战略目标就是要叫伊朗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哈梅内伊这个神教政权的这个政权垮台，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原来这是他战略目标。后来他就退一步了，他退成什么呢？只要是他的核子武器交出来，我就可以宣布我胜利了。结果发现这个目标也达不到，现在再退而求其次，只要荷姆斯海峡能够保持畅通，他就达到他这个作战的目标。所以你看到他战略目标不断的在改，可是就算是他退到现在，他也达不到他开通荷姆斯海峡的目的然后他所采用的手段，原来开始他用轰炸，那轰炸
按照川普所讲的，他总共打了6000个目标。大家讲说6000个目标是很厉害，没错。可是你这6000个目标打下去以后，到现在为止，居然伊朗你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他照样可以对你发射导弹，照样可以对你发射无人机，而且导弹这个越射这个的导弹这个型号越新，发射的威力越来越大。丝毫没有一点，好像这6000个目标没有伤到伊朗的这个伤筋动脉。其实作战最重要一件事情，你选择目标，第一个要选择什么？对你危害最大的。那现在对美国跟以色列危害最大，就是他导弹部队。到现在为止，导弹部队打了将近快3个礼拜，没有消灭掉，代表美国跟以色列这些的空袭来讲的话，是打虚的，是不是打实的哈？所以。那再来，如果说是我这边讲，他派地面部队，我有一句话，英国有一个名叫芒哥马利，我想24世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美国又有一个名将，后来当上总统叫艾森豪。你知道艾森豪当美国总统的时候，蒙哥马利曾经跟艾森豪讲过一句话，他说永远不要在东方地区动用地面部队，因为蒙哥马利亲眼。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过，他看过中国大陆的地面部队，他也曾经英国在这个印度战场上面，这个孙立人将军去救过他们英国部队，他很清楚东方部队地面作战的那种韧性、那种强度，那所以他那个时候有对艾森豪提供这项建议，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看到美国2次世界大战以后历次的战争包括到越战，包括到阿富汗，最后只要是采取地面部队的作战，都陷入泥淖里面。那如果这次是不是也陷入这个状况？如果说你要一开始确保荷姆兹海峡，你应该在开战之前就将这个地方先占领，占领以后你再去实施空袭嘛，你这样才能够确保荷姆兹海峡的安全跟畅通。你也知道这个是你的短板，是你的这罩门在这个地方。那你现在仗打到这时候，我认为这时候你再去动用地面部队尤其是说以这个数量来讲，我们看到它不管是82空降师的一个营，或者是现在已经开过去的第一利波利号，上面带了2500个陆战队的这种士兵甚至于他之前曾经扬言要用库德族，现在库德族大概已经没有答应了，已经退出了。那现在不管是第一利波利号，讲2500人，但是这2500人或者是美国的82空降旅。真的投入到伊朗去，我觉得是去送人头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因为伊朗土地面积这么大，你这些部队如果就算投进去，其实就像泥牛入海，是一点声息都没有，你可能陷入战争的泥淖里面。那伊朗来讲，虽然说你这个美国现在在战斗方面可以保有制空权，可以掩护你的部队遂行登陆，可是你上路之后，你后续的持续的这种战斗力，包括你的弹药补给，包括你人员要吃的饭，包括你油料补充包括你这个战车这些重兵器，你必须要送上去，你才可以遂行地面作战嘛。那伊朗现在我认为说以伊朗现在这种作战的这种精神来讲，尤其是你将他们这些主要的领袖都斩首之后，他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的。那他如果说跟你在这个地方，尤其是说伊朗这边不管是这个波斯湾沿岸这个地形来讲，都属于山地，很适合这个遂行所谓的游击作战。他在这个地方给你搞游击战，你美国可以说是没完没了。你2500人上去，你上了去你不见得回得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美国敢派地面部队。那或许川普有这种想法，但是看美军这些将领可不可以劝得住川普，说这个时候不宜再派地面部队。是，来老师。不派地面部队确实没有办法推翻这个伊朗现有的政权，这个在战前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也都做了分析了。那么也有分析说，你不可能透过几波的轰炸就让伊朗他投降了而且呢，你也不可能说整个摧毁伊朗的反击的能力、报复的能力。这个在战前大家的预判都发生，也都正确。那您看到当拉尼贾尼被杀，以色列因为这个行动是以色列所为，那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反击，几百枚的导弹就打过去了。这个打过去，很明显的，以色列它完全没有招架能力，因为它的反导措施几乎都失效。所以以色列公布2个人，可是伊朗公布是230到250人死伤。但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法律是没收了所有的新闻自由，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以色列到底伤亡多少。那美国的大使馆是第二波被攻击，第一次攻击我们昨天有分析了，3架无人机，2架被打下来，但是有1架直接命中，另外还有它被这个火箭弹攻击，所以被证明是巴格达的郊区，反抗军，也就是民兵对于美国大使馆的攻击，这是近距离的攻击。可是这一次的攻击是远距离的，是用导弹的，由伊朗本土来攻击的。那是因为革命卫队是由美国跟以色列所杀了，所以他们是对美国的大使馆进行第2次的报复行动。可是你也发现美国没有拦截的能力，那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萨德有问题了，然后他的这个爱国者也确实有问题，甚至连这个最后的防护射击的机关炮，我们讲的昨天打的这种炮链，也基本上都拦不住了。这代表说美国本身，当你跟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以色列的攻击能力就越来越强。好，地面部队，你说你2500个战士，现在从日本已经昨天被发现，已经是在新加坡的南方了，那么也越来越接近中东地区。可是问题是，你要打哪个目标？现在大家都认为哈克尔岛的可能性降低了，因为这个部队是打完就要走的，因为它不适合留在那边固守。他如果留在那边固守，这个对于海军陆战队也好，或是对于82空降旅也好，都不是一个他的专长，而且他变成瓮中捉鳖，被活打这个是不利的。因此，现在更有可能的推断是要去找这个伊朗的核浓缩铀，可是问题是它藏在哪里？到目前为止，美国必须要证明他的情报是有效的，不然的话，这一群人很有可能会死伤惨重。是，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地面部队会出动吗？其实地面部队现在美国不是正派过去吗？他的海军陆战队2500人，但他们到底是去干什么？对，现在目前没有人知道。你说去攻占哈尔戈岛吗？对，占了干什么？那个地方你攻占下来，刚好自己变靶子，就给人家打。那你如果去那个挖它内陆的这个浓缩铀，就一下你进去还打算出来吗？所以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啦。我觉得美国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地面部队要进入伊朗做战争准备，因为如果他真的想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话，怎么可能2500人、25万人都不够？因为他上次打伊拉克的时候动用地面部队，他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自己征集了50万人呢。然后还有盟友盟友也真的20来万人，他搞了这样的一个大军才做地面攻击。你没有汇集到这么庞大的力量的话，你进去干嘛？所以毫无意义啊。所以除非他打算做最笨的，就是逐次投入兵力，那就是自己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让这场仗越拖越久。所以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有任何想要打地面战的全面性地面战，他可能局部在某一些要点，他可能打算做一些特种行动，但是在全面性地面战，他应该是还没有打算这样做。但是问题是，现在情况是越来越严峻，也就是伊朗一直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可是你就是打不掉他的武器库跟生产线，他还是有事没事。这次已经第61轮了，这我不知道到了120轮的时候，他会不会庆祝活动一下，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随着时间越拖越久，川普的筹码也越来越小。你看他现在推迟跟习近平的见面1个月你1个月之后，要是你还是没有解决了，你怎么办？再推迟1个月吗？还是干脆不要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请注意当时间拖得越久，你知道不管再高科技的武器，当你时间拖得越久，表示你给敌人更多的机会。第一个，知道你的性能，知道你的参数。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找到你的弱点。是，而且甚至你故障失事的几率也会变高。你会不会可能过几天搞不好就发生 F-35自己故障掉下来？因为他平常自己在演习训练的时候都会掉下来那你在战场上你就不会掉下来吗？那如果掉下来被伊朗俘虏了怎么办？你的一些高科技武器的性能，也许伊朗研究不出来，但他后送把它送到俄罗斯或者送到中国大陆，你怎么办？对啊，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本来对美国来说，他就应该最好的选择是赶快脱离战场。可是川普现在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你看笑得最开心那个人不是川普，川普最近是暴跳如雷，笑得比较开心那个叫纳坦雅胡。对，川普已经完全中了纳坦雅胡的计。对，的的确确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伊朗还是不断的在放话，在呛瞎说我要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哦，最强硬的打击。那我们看到呢，已经是61波的攻击，他接下来会出什么招呢？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是这样讲，他说哦，我们会让敌方的领空变得更壮观哦，看起来有更狠的招在后头了。那美国这一方面呢，它出动了多枚的钻地弹。这个是5000磅哦，就是和公斤是2267公斤，很重的这个钻地弹啊，去轰炸伊朗。那锁定的目标是赫姆兹的沿岸基地，说是要专门打击地下坚固的设施啊，那要穿透这些哦，包括赫姆兹海峡、伊朗的这些军事的要地。可是呢，伊朗的议长哦就警告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哦，赫姆兹海峡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哦，所以你看到，包括美国、包括西方、包括全世界都在紧张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不可能回到和平的时候了。那如果不会恢复的话，该怎么办呢？伊朗说，攻击福特号后勤，我要开始攻击你了哦，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这是伊朗的军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发言人说，我们会把你的这个福特号的后勤列为首要的攻击目标。那我们来看看福特号现在的状况啊。说是要返回希腊的克里特岛整补哦，大家也知道它的马桶故障啊，还有一大堆的这个一些小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断哦，所以他现在要回去这个基地哦，这个是在希腊这个地方。那也有人说，他是不是要跑了呢？美军上演我独自战斗，什么意思哦？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目标哈，他现在的这个2500名陆战队的人哦，是要去占领它吗？哈格岛吗？还是他？格什姆岛，因为大家知道哦，在这个赫姆兹海峡中间，大家看一下哦，中间有这个岛哦，叫做格什姆岛，所以现在外界的判断是说，有可能这个美国要去把这个地方给占下来，把它给占领了之后呢，就可以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对于油轮还有船只的攻击能力，确保通行。所以看起来，川普的首要目标是要让这个海峡可以畅行。可是呢，他接连跟他的盟友提出邀请，说大家一起来帮忙吧。哦，可是都被拒绝了。现在川普有点更小灯手气，他很生气啊。他说：“我们是世界最强的强国，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白宫哦，说是私下去求这些盟友，求这个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日本啊各个盟友说：“你们稍微表态一下吧，你不要直接拒绝，这很难看呢。”说是美国政客新闻网讲哦，美国在努力劝说盟友提供支持，只要表个态来安抚市场就好了嘛。你就说我会派，有没有派不重要。你至少要讲个话，表个态哦，那要不然市场哦，这个油啊，哦各种的通膨啊，哦都会来。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现在还有一招，什么招呢？委内瑞拉哦，他可以啊，把这个委内瑞拉的放松他的制裁哦，所以我们看到白宫说已经核发许多通用许可，让这个地方的油啊赶快产出来，然后到市场上让现在的油价可以和缓下来。另外，大家关心的 WBC 这个冠亚军赛已经结束了，委内瑞拉击败美国可能可以拿到这个已经这个抱走了冠军的奖杯。那当然这个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看，川普他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呢写了一个字 ，Statehood。建州什么意思啊？要在这里建立美国的第51州吗？很多有揣测。来，请教将军。我们看福特号这次失火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刚开始前天传说他洗衣房失火，大家都把它当作八卦，在那边看。结果没想到这场火烧了30个钟头。我跟各位讲这个军舰上面最怕的是失火。你看所有只要一开始接战任务一开始，你知道。所有官兵身上穿的衣服就是防火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你看所有战备来讲的话，他立刻把防火衣穿上，因为在军舰上面，不管是油路的管线或者是弹药只要遭受到攻击，只要受到破坏和殉爆来讲的话，
引起的火灾，那就是很严重的。通常来讲的话，你军舰挨了2发炮弹，你不见得会沉，但是你只要失火的话，这艘军舰大概就报销了哈。所以防火啊，包括福特号这么先进，130亿又是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我相信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做好很多防火以及消防的设施，甚至于相关的人员的训练做很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设施，有这么先进的器材，有完整的人员训练，而这场火却可以烧30个钟头？那中间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有待我们去揣摩了哈。尤其说，你看到他说这有600个官兵没地方睡，这个要睡地板或者是睡桌上。这条军舰也不过就是4000多个人，是很大一艘。可是600个官兵没地方睡，代表它有1成多的面积已经烧毁了，所以它几乎是没有战力的。如果说以现在这种状况，好像它要回到港口去做维修哈。那当然，这个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火灾哈，我觉得绝对不是很单纯的意外。第一个原因，他是不是真的是被胡塞的武装组织打到了哈？他不敢讲，他不愿意讲哈，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是这个舰上的官兵心生不满，因为太久没休假了，他们甚至在里面放火，就像是我们之前讲说是马桶不通一样，那怎么可能600个马桶同时不通？那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马桶里面丢一些这种阻塞的物品造成不满。为什么？因为你太久没休假了，这就很明显的作战我们讲究作战要鼓舞士气。那如果说是这个士气都已经崩溃到这种程度，甚至于自己去纵火，自己造成这么大一个火灾这个福特号真的应了我们一句古话，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你知道，这是福特号第一次参与作战任务。他之前虽然说曾经到地中海来，但是他没有实际战斗。他之前也曾经到过委内瑞拉、加勒比海，但是他也没有实际战斗。这次他是从成军以后第一次出任务，结果居然就碰到出师未捷就回去。那我们从美军不管是福特号这个是案子，再回想一下，前2天说有2架美军的空中加油机 KC-135撞在一起，后来证明应该是底下那架的飞机这个垂直尾翼去撞到上面那一架，然后造成一架这个 KC-135坠毁，那他自己也受了伤。从这2次的事件，我们还有福特号这次事件，我们就看出来美军的士气是真的非常的低落然后军纪也非常的败乱。这个 KC-135会相撞，代表他们非常的疲累，在飞机上面实施空中加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没得休息这个所以说一个闪神，一个疏忽2架飞机就撞在一起。那福特号，这我们合理怀疑，这么大一场火灾，这绝对不是一场小火灾。那会造成这么大一场火灾，如果说你不是被胡塞攻击到，那是不是说你底下的这种有官兵心生不满？你看严重到必须要开回港口去整修。那现在好了，如果他回去的话，谁来替补他的任务？是不是只剩下一艘林肯号？你战力立刻就少掉1/2嘛？还是布希号要赶过来？那我觉得美军从这些的细节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应了《孙子兵法》所讲的这个兵贵胜不贵久，弄久了以后顿兵错锐这个士兵的士气，还有你长官的国库里面弹药都很明显的不足。那这场战争，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自己国家这个之后来讲。可能就因此而国力的衰败，一个转捩点就开始。才打了3个礼拜，对，才3个礼拜，就有这些事情。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军现在上演我独自战斗，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当然最主要是因为福特舰最新的航空母舰最新的核动力电磁弹射，但是弹不出 F-35这个也很特别F-18可以了还有这个预警机也都可以但是它的造价130亿，目前还有2艘正在造所以它是唯一的一艘最先进的这个航母，容纳量也很大，刚刚厉将军有说了4000多人结果是在烘干机这个地方那么起火。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海军在舰上工作的时候，
他的穿着，他的所有的，包括他用的这个被套、被絮啊，还有床单，还有浴巾、毛巾，还有衣服、军服、内衣裤，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是纯棉的，不能有任何混。为什么？因为他怕二度伤害。如果发生火灾，他必须要不能够粘在皮肤上。是。那这种材质的东西，它很容易产生棉絮。那当你洗完了以后，你再脱水，当你送进烘干机的时候啊，那它本身产生棉絮的堆积。所以这种，而且不要忘了啊，他们除了少数的高阶的军官，还有飞行员，他们有自己小型的洗衣房以外，他们一般来讲，绝大部分的官兵就是4000多位的官兵，包括中阶以下的军官，他们基本上的衣服都是送进这个洗衣房里面洗，所以洗衣房是很大的。是，那你每天要处理，而且呢，因为在舰上工作每一天汗流浃背，而且因为在海风嘛，那很臭。那你如果不敢每一天洗衣服，每一天洗澡的话，你本身在仓房里面，那它的恶臭会很严重，这会影响士气，所以它的洗衣房的工作很重。那因此你一段时间就必须要保养。我们一般来说这艘战舰6个月就要靠港。进行大维修也要保养，可是他已经9个月、10个月了，这代表什么？超时工作长时间的工作缺乏保养，而且有2种可能性，一种真的是棉絮太多堆积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是易燃，稍微有点火星，它可能就烧起来，或是高温再加上一点火花就烧起来，这有可能真的是所谓的电线走火。可是我觉得我们高度怀疑是。舰上的官兵，他真的是厌战恶战，而且他很厌恶，他不认为他应该参与这场战斗。为什么？因为3、4个月前，他早就该休假了。当初他就是在地中海服务，被调去加勒比海去执行、去逮捕去抓这个马杜罗的任务。那本来完成任务以后就应该回家休假了，又把他调回这个地中海。那你想，对于他来说的话，这些舰上的官兵，他们觉得心生不满。我觉得2次的大意外绝对不是平常的事，绝对不是只是航空母舰设计那么差造成的。所以以为的小事可能就是大事，相当有可能。是，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现在双方就各自呛虾嘛，那伊朗就说每一次他每天都会讲一个，我们还有更新的武器，一定会炸你。那他到底有没有，也没人知道，但要等他丢出来才知道。那美国是不啰嗦，直接把 GBU-72钻地炸弹丢出来。但是问题是 GBU-72产量本来就不高，他们当初是花了3000万美金吧，准备买100多颗，那实际上到现在都还没有生产那么多。那你已经丢出去这些，你还剩几颗？而且说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效益是递减的，因为你能够大概伊朗能够转移的地方早就转移了，你现在去炸它沿海这些基地，我不太相信他会把这些东西藏在沿海基地里头，因为那是比较容易被攻击的区域，所以这能收效多少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样子，恐怕你很难避免长期消耗战。那长期消耗战就会对美军的调度形成重大的困扰，因为美国本来11艘航母，它因为它要顾全世界，它能够调来其实最多就3艘，那现在1艘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故障了，必须要去希腊整补。那你不需要拉来之后，你其他地方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状况，你就没有航空母舰可以用，没有多的航空母舰可以支援，这对美军的调度就是大问题了。而且福特号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状况？再来讲，它是最不该出问题，结果尼米兹的没出问题，它出问题，这就很奇怪。那伊朗之前就有1艘军舰他走到一半突然就说：“我故障了，所以我停在斯里兰卡，我就没回伊朗。”那你觉得他是真的故障吗？我觉得他就是找理由脱离战场而已。那福特。